不要死磕，不要死磕，否则很多东西都只是徒劳无功。你知道 SBM Sejarah 要讲哪一家吗？我不认为我们的智商有差多远。当你做一件事情感到非常费力的时候，想想这3个问题。这部影片主要是告诉你，你的成功取决于那个最关键的课题。你们觉得学霸真的是每一天上网课，回到家就一直读书吗？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一直以为我回到家都是在一直读书。No， 你们的思考方式是读书就会考到好成绩。我们学霸想的是考试考的到底是什么？非得要把每一个篇章都背下来吗？不能只读考试会出的题目吗？你想要成功，一定要找到关键的课题是什么？用马斯克的话来讲是第一性原理。这个思考模式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，在每个系统探索中都存在第一原理。那是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，不能被省略或删除，也不能被违反。你知道 SBM Sejarah 要讲哪 A 加吗？每一个拿不到 A 加的人都一定觉得那些拿到 A 加的人根本就是神。到底要怎样才能把那2本那么厚、那么无聊的书都读到清清楚楚 ？Sejarah 的 Kertas 3是 free 给你的。那么要哪 A 加？考的就是 Kertas 1和 Kertas 2。你们也知道 Kertas 2这种不可预估的考题，我也不相信真的有人能够拿100分。Kertas 2凭的是 K8 题吹吹牛。那么 Kertas 1 ABC 选择题就是关键，所以我们现在谈论的课题变成怎么把 Sejarah 考试的 ABC 选择题考满分，绝对不是把2本 Sejarah 课本背完。如果你真的背完了，你连 Kertas 2都能够拿100分。所以关键的课题是我们要怎么学会考试会出的每一道题目。听清楚，我们只要学会考试会出的就可以了。我们的秘诀是多做模拟试卷练习题。我们来define一下多做是几多。我考 SBM 的时候，光是 Sejarah我一共做了10本练习题，只是选择题而已。你做到第3本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题目都是相似的。我在做第1本的时候，是一边从课本找答案，然后把课本的页数写在答案旁边。到第3本的时候，你可能每40题只有10题是要从课本再找答案的。做到第5本的时候，你真的只是在跟自己比赛。我那时候会挑战10分钟圈完40题。到第8本的时候，你真的只是在休息的时候做益智题目罢了。那么为什么要做10本？因为我买了10本，不做完的话就浪费了。我就问你们每一个人一句，你们觉得我在吹牛吗？还是你们听完这个案例，你发现原来道理就是那么简单？如果是你，你也能够做到。我在真正考 SBM Sejarah ABC 的考题，只有6题是没有看过的。然后这6题我选对了4题，答对38/40，而这6题确实是需要背完整本书才能学会，因为他们 SBM 不能够全部都是拿历年考题，他们要有一些题目是全新的，就是统计市面上所有的考题之后，真正出一些新的题目，而这些题目就能区分开真正会的学生和像我这样取巧的学生。很遗憾的是，取巧的学生其实也不多。你要考到好成绩，关键的课题是考试考的到底是什么。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同学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花很多时间在学书做笔记，却没有花时间在做历年考题。我不认为我们的智商有差多远，我们差的是方法。历年考题会告诉你这一科它考的是什么，你需要学什么，它会考什么。就好像你去考驾照，它给你练习的课程就是你考试的内容，只要学会这些考题，你就能考到好成绩。这个就是关键课题。同样的，减肥，为什么你怎么减都肥？为什么瘦子怎么吃都不肥？关键真的是运动吗？运动固然重要，但关键在于饮食习惯。你们永远要记得，病从口入。长痘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干皮、油皮还是什么混什么皮，都有长痘的人，都有不长痘的人。关键在于你吃了什么。其实像我们这种瘦子的目标，就是那种减脂肉。彭于晏的身材，所以我们也是会去锻炼肌肉。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发现我怎么吃都长不了肌肉。很多人会跟我讲什么体质问题啊，肠胃吸收不好，到最后找到真正的原因是我的热量摄取完全不达标。对我的身体来讲，热量不够，我所摄取的蛋白质无法转换成肌肉。胖子们，你们可以去观察一下，你们一天的热量摄取是多少？我可以不吃肉，但是我不能不吃菜，而胖子跟我讲的却是相反的。很多人觉得瘦子是基因决定的，对。没有错，基因让我不喜欢摄取热量。瘦子绝对不是每天都去跑步的。瘦子和胖子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饮食结构。为什么有些人一直长痘？饮食结构，这些知识你们可以去那些健康博主那里看看。这部影片主要是告诉你，你的成功取决于那个最关键的课题。你
你一定要习惯用第一性原理来思考，否则很多东西都只是徒劳无功。如果你想要成功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最关键的因素，那个最关键的课题。82法则已经告诉了我们，你只要处理那20%的关键因素，就能解决80%的问题。那怎么做？当你遇到困难的事，想想这3个问题：为什么这样？非得这样吗？不能那样吗？就好像影片一开始提到的，为什么一定要努力读书才能考到好成绩？非得要把每个篇章都背下来吗？不能只读考试会出的题目吗？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，你就要找到那个已经得到结果的人，去问他那个最关键的课题。当然有些人不愿意告诉你，有些人可能从来都没有思考过这个关键点，他们只是刚好做对了这件事，所以他们就只是重复这些已经被证明有效的行为模式，就能持续获得成功。我想要在这里告诉我的大学同学，如果当初你来问我怎样考到好成绩，我一定会跟你讲真正的秘诀是什么，不是课堂有什么内容，而是考试考的是什么。只是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，原来考好成绩是有秘诀的。你们已经默认我的成绩好就是死磕读书，所以你们只是在背后笑我没有娱乐生活。而我的观众比较多会是我的后辈们 ，my juniors。你们一定要秉持着一个信念，所有事情都是容易的。当你做一件事情感到非常费力的时候，不要死磕，不要死磕，很可能是你的方法错了。找到那个关键的课题，或者是向高人请教。第一性原理就是找到影响结果的关键因素。